巧克力做的牢房和冰淇淋做的牢房哪个更结实？谁先逃出5个甜蜜的陷阱就能赢到1万奖金。使用的工具自由选择。第一关是用棉花糖和积雪做的牢房。阿伟惊喜地发现，棉花糖墙壁不仅松软，而且遇到水就会融化，这不就好办了吗？他拿起水气球使劲扔向目标。再来一盆洗脚水，轻松打开了棉花糖牢房。乔治尝了一口干净的积雪，感觉质地也很松软，于是捡起水枪塞进雪里面。他也闯过了第一关。第二个牢房是用大米饼和冰淇淋做的墙壁，黏糊糊的大米饼很厚实，可能还没有干透，外面的一层很容易抠掉。而乔治的冰淇淋冻得硬邦邦，为什么要砸开它呢？有冰淇淋陪伴不是很享受吗？他不舍得浪费这些美味。阿伟找到一把圆月弯刀，他在米饼的中间划一个圆圈，切开了碗一样大的出口。失去了中心的墙壁好像没有了支撑，阿伟使劲扯掉边上的米饼，进展得如此之快，旁边的乔治再也坐不住了。他抡起斧子砸向冰淇淋墙壁，再好吃也没有奖金箱啊！不知道是谁做的墙壁，料加的这么多。乔治着急的一斧接着一斧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。别高兴太早，阿伟的米饼墙已全部打开，他进入了第3个牢房。乔治紧跟其后，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。第3关是巧克力牢房和冰咖啡牢房，巧克力的密度很高，榔头砸在上面凹下去几乎没有破损。阿伟只能换个工具继续砸。乔治的冰咖啡也很坚硬，他用刨丝器削冰块，掉落的冰沙好像可以吃哦，或许可以做一杯咖啡味的刨冰也很不错。阿伟拿来一个加热的熨斗，巧克力遇热就会融化，这么省心又省力的方法谁能想到呢？乔治却认为他作弊，切断了熨斗的电源。没有关系，他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工具呢。这个伞形的铁铲确实能铲下来巧克力，只是没用几下就坏掉了。阿伟换一把榔头继续砸。乔治的冰咖啡里面没有冻结时，当打开一个口子时，液体呼呼的流了出来，他来不及喝上一口，抓住机会赶紧砸。这一局他很有机会超过阿伟。比赛激烈的进行着，乔治很快砸开了一个洞口，他继续把缺口变大，抢先一步打开了牢房，然后进入下一关继续挑战。阿伟的巧克力墙壁也打穿了，他换了一把大斧子从中间一分为2。再牢固的巧克力也怕劈腿，只要打开一半的墙壁，身材瘦小的阿伟就能穿过去了。第4关是糖果牢房和冻海绵牢房，硬质的糖果墙非常坚硬，大锤子砸在上面只掉下来一些粉末，难度升级，这一关注定不好过。阿伟只能用凿子凿掉上面的糖块，但是凿上1天也不一定能打开，他又换成镐头继续砸。乔治的海绵擦吸水结冻硬度堪比混凝土，不管他用什么工具，始终找不到突破点。再看阿伟的糖果墙已经打开了小洞口，他换了一把大锤子继续砸，看到别人的工具很好使，乔治也用大锤子砸墙壁，但还是追不上阿伟了。人家准备逃走时，他却抱着大腿不撒手，赖皮有什么用？阿伟劝他还有机会。乔治捡起来锤子继续砸墙壁，等到右边的缺口变大时，他用镐头撬开了整块墙壁，问题不大，应该追得上。第5关是彩虹糖牢房和黑冰牢房，厚厚的糖霜包裹得很紧实。阿伟铲掉一颗大糖果，一颗一颗的铲，要铲到何时？还是用锤子大面积砸吧，表面的糖豆被震掉了很多。而乔治的棒球棍砸在冰块上几乎没有效果，反而震得双手发麻。他换了一把木头锤子继续砸。再看阿伟那边，大锤子的破坏力一击贯穿了彩虹墙，再使劲砸几次，洞口也变得越来越大。他准备逃出去了，乔治再次抱住了大腿，但是阿伟没有给他机会，率先逃了出去，赢得了比赛。他不甘心继续回来砸冰块墙，两个人里应外合一起打开了黑冰牢房。比赛固然重要，但是友谊也是无价之宝，所以奖金还是1人1半吧。No。两个人被困在5000斤糖果做的牢房里，1个小时从里面逃出来就能赢到奖金。使用的工具藏在粘手的糖浆里，这么多奇葩的糖果屋简直是童年的噩梦。第1个牢房是巧克力墙壁，阿伟从黏糊糊的夹心里找到一把锤子，砸在巧克力上几乎没有破坏。乔治找到一颗巧粪球，好像还挺好吃，难道这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吃吗？阿伟不管3七21，把能吃的不能吃的通通扔向墙壁，但是卵用没有，只有这根拐棍糖很坚硬。他们在巧克力墙壁上凿开了一个洞口，然后抱起一颗超大棒棒糖开始攻城。经过多次撞击，巧克力墙壁应声倒下，他们闯过了第1个牢房。第2个牢房是硬质的糖果墙，比脸还大的糖块还是第一次见。乔治还没来得及舔上一口，就被阿伟当成了工具。砸掉的糖果墙也可以吃哦，不仅嘎嘣脆，还有可能甜掉牙。他们又找到一块石头糖，用糖砸糖，甜到2败俱伤。虽然打开了一层糖果墙，但是里面好像更结实了。他们需要更厉害的工具。泡沫岩石里有一把大锤子，两个人合力拉了出来。有了这把锤子，再硬的糖果墙也招架不住。他们终于打开了第2个牢房。第3个牢房的墙壁是太妃糖制
质地，坚硬程度再次升级。而这个房间的装饰好像似曾相识，有一种想搞破坏又不想背锅的冲动。两个熊孩子几乎砸坏了所有的装饰，连他太奶的骨灰盒也没能幸免。但是太妃堂墙壁依然纹丝不动。阿伟祈祷他太奶不要生气，如果再赏赐一个工具就更好了。没想到心想事成，他得到了一把大斧子。这样也行，我还想要一个美女，能不能实现呢？那就赶紧来玩命运圣器。俗话说世间美女千千万，命运圣器全都占，一共50多个各式各样的美女角色，每个角色都有高品质 3D 建模，均可360度无死角观赏。9月14日官宣上线。用这个砸太妃堂简直如虎添翼，他们很快砸出了一个洞口，失去了中心的墙壁也不再坚固。阿伟只砸开了1/3就开始越狱，空间刚刚好，勉强可以通过。第4个牢房是小丑的糖果屋，他很不欢迎陌生人，同样乔治也很讨厌小丑，于是两人把小丑塞进了售货机里。这个牢房的墙壁是棉花糖质地，好像不难，但他们并没有着急动手，而是去砸旁边的饮料机，有点自以为是又有点得意忘形。这一关非要不动手闯过去，棉花糖遇水就会融化，他们竟然赌赢了，迅速进入下一个房间。第5个牢房是彩虹糖墙壁，被糖霜浇灌过，非常坚硬，而工具就藏在这些海洋球里。阿伟找着找着突然就累了，他躺在小球上只想睡觉。乔治用镐头使劲砸墙壁，蒙眼的毛驴果然卖力，他很快砸穿了一个洞口。虽然他也很累，但是一旦砸上瘾就停不下来了，直到洞口不断的变大，乔治累得再也站不住了，剩下的就交给队友了。阿伟顺势砸开了墙壁，然后进入下一个房间继续挑战。这个牢房是泡泡糖质地，到处都是黏糊糊的泡泡糖，阿伟被粘在沙发上不能动弹。乔治用粘手的镰刀打开了墙板，里面融化的泡泡糖呼呼的流了出来。这唯一的出口很容易打开，但是想要离开就有点难了。他想要带阿伟一起走，没想到自己也被粘住了。节目组提醒他们走出这个房间就成功了。两个人使出全力挣脱泡泡糖，虽然又黏又有点恶心，但是赢得比赛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相互搀扶，合力逃出了地狱。乔治钻进糖水里洗掉身上的泡泡糖，难道他不知道会越洗越黏吗？1000个键盘做成牢房有多结实？谁先从里面逃出来，就能获得自由，不然就会变成小丑的玩物。白毛的牢房是1000只毛绒玩具，每一只都很可爱，他并不舍得下手。小特的牢房是1000个贵烂的键盘，他幻想着在里面打游戏该有多好。大伟的牢房是1000个塑料瓶子，堆积如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来气。而老王的牢房是1000个罐头瓶子，像极了村东头的小卖部。只有完成小丑的挑战，才能获得逃生的工具。4个人很焦虑，而小丑却异常的兴奋。他首先来到大伟这里，拿出一包彩虹豆，45秒的时间把颜色分开就能获得工具。尽管大伟的小手一下也没有停，他还是超出了时间。大伟失败了。小丑说工具就在这些小可爱的里面。大伟虽然很害怕，但还是伸手进去找。工具是一把指甲刀，他在瓶子上试了下，一点也不好用。既然不好用，那我就拿走了。这下连指甲刀也没有了。接着轮到白毛了，小丑让他一口气吹灭25根蜡烛就能获得工具。白毛觉得很容易啊，他在吹之前还许下一个愿望，给这条视频点赞的都能考100分。然后一口气下去，蜡烛全部熄灭。他得到的工具是一把削皮刀，这能怎么用呢？他把大熊的线头挑断，也只能去线头了。再看小特这边，小丑拿来5颗螺丝，40秒的时间把它们摞在一起，而且还不能用手。小特的小手颤颤巍巍的，一直落到了第5颗，在第6颗时突然就倒了。小特失败了，小丑决定惩罚他，把一盘沙土吹到了他的脸上，然后给了他一把镊子。他试着在键盘上夹下来1颗，没想到还挺好用。很快他又找到了更好用的方法，而且还很解压。小特加快了速度。再看老王这边，小丑让他把漂浮的记号笔拍进水瓶里。刚开始很难，但是老王很快找到了方法，只要用力一拍，记号笔就会换个角度卡在里面。他的工具是一个开瓶器，扒开外面的塑料纸，使劲扎了几下，开瓶器都弯了，那铁皮还是没能打开。第1轮结束，没有人逃出来，马上开始第2轮比赛。大伟等来的第2轮工具是一把锄头，他在瓶子上砍了一下，还真砍下来2只，又一锄头下去掉下来好几个。小丑赶紧抢走了他的锄头，他不想让大伟太快逃出来，你这明显是玩不起。再看白毛这边，他的工具是一个剃毛器，你这是让我在里面帮他们理发吗？白毛很无奈。再看小特这边，他的工具是一把铲刀，铲来铲去还不如之前的镊子呢。老王的新工具是一个电钻，他在瓶子上打了几个眼，里面过期的番茄酱就流了出来。老王觉得很恶心。又轮到了大伟，这次的工具是一个打磨机，他把瓶子打了出去，很快出现了洞口，但是还有一层扎带很结实，他还是不能脱身。再看白毛这边，他的工具是一把锯子，看着这些可爱的玩具，白毛不舍得伤害他们，但是他很想出去，也只能忍痛割爱了。很快他就锯开了毛绒玩具，外面是一层铁丝网。白毛继续工作，小特这边也拿到了新工具，在兴奋区一只滑冰鞋，他穿在手上就开始砸键盘。小丑在对面顶住攻击，
生怕小特突然逃了出去。再看老王那边，他的工具是一颗保龄球，牢房里面不忍直视，但他还是打开了一个罐子。大伟这次很幸运，工具是一把大剪刀，正好可以剪开这层扎带，然后再砸开边上的瓶子。大伟终于逃了出来，显然是高兴太早了。小丑在后面绑住了他，那么着急跑干嘛？你不等等你的朋友们吗？大伟很失望。再看白毛这边，新工具是一个切割机，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使用它，果然很好用。他很快打开了铁丝网，也从里面钻了出来。小丑这时就躲在他的身后，等他出来就绑住了他。小特这边也拿到了新工具，是电动铲刀，他铲开了一层又一层的键盘，再用锤子把洞口变大。他也逃了出来，和白毛一样，也被小丑偷袭了。再看老王，他也逃了出来，小丑很快追了过来，抓住了他，然后把他们4个绑在了一起。趁他不注意，小特钻出了绳子，反应过来的4人把绳子反套在小丑的身上，合力抓住了他。小丑这时露出了害怕的表情。白毛决定以牙还牙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帮助他呢。2个磁铁人被关在金属牢房里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吸住，不能动弹。想要逃出去，只能砸出一个洞口，谁先获得自由就能赢到奖金。大壮身材魁梧，自认为高人一等，但是眼下同样穿着磁铁套装，好像肌肉并不占优势。阿伟越过大壮准备去砸出口，结果2个人都被吸住了。好不容易挣脱铁皮，赶紧去砸出口。开局的工具每人一把榔头，铁丝网固定的很结实。大壮自信地表示他很快就会打开，而阿伟也不甘示弱，到底是有力气的会赢，还是有脑子的会成功呢？这时主持人转动脚下的铁板，阿伟踉踉跄跄差点摔倒，大壮底盘很稳，没有波及半分，看来还是有肉比较稳当。2个人互相吸引，竟然粘住了，一起用力，终于分开了脑袋。还是赶紧砸出口吧，在这里面体力消耗太快，逃不出去可能会被累死。第1层铁丝网已经打开，里面是厚厚的钢板，仅靠榔头根本打不开。主持人拿来一把小锤子，升级了新工具，只是这层钢板到底有多厚？阿伟累得手臂酸疼。这时主持人再次转动铁板，2个人交换了位置。阿伟提议可以相互砸对方的出口，就不用来回走动了，但是一个比一个猴精，都不舍得用力。算了，还是个人砸个人的吧。大懒熊，坑我你还闷着呢。阿伟好不容易走了回来，又开始了激烈的战斗。身上的磁铁在金属牢房里，无疑是重上加重，他们必须赶紧逃出去。主持人又拿来了新工具，是一把小斧子，锋利的斧刃能刺破变形的钢板。大壮已经打开了一个口子，阿伟正在努力赶超。主持人拿来一个惩罚的转盘，大壮转动转盘，转到了吸住头部2分钟，吸得特别结实，他根本挣脱不开。趁这个间隙，阿伟抓住机会使劲砸，希望能赶超一下进度。2分钟时间已到，大壮恢复了自由，他已经打开了第2层钢板，里面是几十根金属管，坚固程度又增加1倍。阿伟转到了吸住手臂2分钟，他不甘心就这样等着，稍一用力竟然挣脱开了墙壁，拿起斧子继续砸。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，他还有机会。20分钟后，主持人用一根绳子将2人连接在一起，这么短的绳子，再加上会转圈的地板，2人跌跌撞撞摔在了一起，相互搀扶着努力站起来，还是分开比较方便。阿伟扯掉了碍事的绳子，经过不懈的努力，他终于打开了第2层。主持人拿来了新的工具，一把大斧子。大壮的力气依然用不完，几根钢管已经砸断，阿伟明显有些累了。金属牢房比他想象中更加结实，还不如去58同城找个工作比较好。大壮趴在地上休息一会，他认为阿伟不可能追上来，但是躺下容易起来难，腰部的磁铁被吸得紧紧的，他浪费力气和铁皮较劲。阿伟已经打开了好几根钢管，他不停地挥舞着大斧子，肌肉和努力哪个更重要呢？大壮终于挣脱开了铁皮，他不能再骄傲了，不然输给乌龟就难看了。这时节目组放下来一排铁链，工具也换成了大锤子，只是这铁链特别烦人，缠在脑袋上很碍眼。阿伟很快砸出一个洞口，只是这也太小了，脑袋伸不出去，根本够不着外面的小红旗，他只能继续加宽洞口。而大壮索性砸开了整块的铁皮，整个身体都能伸进去，轻松拿到了代表胜利的小红旗。还是大壮赢了，这身腱子肉没有白长，阿伟输得心服口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阿伟，会怎样赢得比赛呢？11个人同时把手放在飞机上，只要最后一个离开的，就能赢到这辆价值250万美金的私人飞机。如果不小心拿开了手，就注定和这架飞机没有缘分。这么大的诱惑，不管是谁输掉了比赛，都会后悔一辈子。比赛一开始，主持人让他们围着飞机转一圈，一边移动的同时还要注意手的位置，而小黑却在使坏，试图用叫声吓开别人的手。一旁的大哥太过自信，说话的同时不自觉地抬起了手。Oh no！ 不敢相信，这么快他就放弃了飞机，少了一位竞争对手。其他人明显很高兴，
这时主持人发现有个人一直在趴着，原来他是肚子疼。主持人提出1万美金现在离开，小伙想都没想直接答应了。奖金来得太容易，他兴奋地和同伴击掌。小黑很有礼貌，他突然就后悔了，愤怒地表示没有拿开手，但是摄影机记录了一切，让他装也装不了。小黑也太倒霉了，没拿到1分钱还被淘汰了。剩下的8个人继续比赛，主持人把拖车绑在飞机上，飞机开始移动，他们只能跟着飞机走，还好速度不快，他们还能跟得上。看似简单的挑战，其实需要强大的意志力。他们一路跟着飞机来到了机库，这时主持人让他们进入飞机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小手，如果放到椅子或桌子上也会被淘汰。上飞机的顺序还得从后面开始，他们只能用小手指按着飞机穿过人群才能进入。2个小时后，所有人都上了飞机，屁股还没坐热，主持人又让他们围着飞机转5圈，平常50圈都不在话下，今天走1圈都很困难，每走一步还要回头看看右手跟上没，用了2个小时才完成了挑战。终于有人熬不住了，帽子哥提出如果赢家给他2万美金，他现在就可以退出，其他人都同意了。原来他在58同城上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所以才主动退出了比赛。剩下的7个人可以进飞机了。仔细看，这位小哥的手在哪里？好像并没有人发现他。反应过来的小哥自己却坦白了。主持人很惊讶，面对这么大的诱惑还能这么诚实，确实很难得。剩下的6个人将坐着私人飞机一起飞向天空，生平第一次坐这么棒的飞机，小伙很兴奋，高兴之余竟然忘了比赛，他被淘汰了。再次回来时天已经黑了，他们已经坚持了10个小时，比赛还剩下5个人。主持人让他们2人为一组继续比赛，老张和老王一组，铁柱和富贵一组，而小李只能自己一组。本来还以为是什么好事呢，没想到是要把2个人的另一只手粘在一起，而小李只能和自己粘在一起，让本就疲惫的5人更加难受。他们只能相互依靠，互相取暖。12个小时后，没有人淘汰，主持人再次增加了难度，用红色胶带为他们标记了手的位置，如果有人碰到了红线就会被淘汰。剩下的时间他们只能站着，而且手还不能移动。15个小时后，老张要和铁柱掷硬币，谁输了就要离开飞机。铁柱选择了正面，老张选择了反面，这是一场250万美金的赌注。主持人扔出硬币，正面朝上，老张只能愿赌服输，离开了飞机。而接下来的比赛会更加困难，主持人让他们换成1根手指贴着飞机，所有人都选择了食指，胳膊酸痛再加上手指头也疼，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这时铁柱提出用掷硬币的方式解开手上的胶带，正面朝上剪开胶带，反面朝上直接淘汰。主持人同意了，扔出硬币。很遗憾，这次他没有那么幸运，铁柱也被淘汰了。他在走之前还建议主持人把小李的胶带打开，这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。17个小时后，主持人让他们面向前方，手指不动，这个姿势无疑让他们雪上加霜。19个小时后，主持人拿着摄像机走来，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，原来是富贵的手指离开了飞机 0.01 毫米，这么小的空间还是被捕捉到了，太可惜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富贵很遗憾，比赛还剩下2个人。紧接着主持人已经看到了想要的答案，他刚要宣布，老王已经语无伦次了，他以为自己可能碰到了红线，主持人告诉他可以把手拿开了，而摄像机里却不是他的手，竟然是小李的。小李先他一步松开了飞机，这也太意外了。老王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价值250万美金的大飞机。如果是你，你能坚持多久呢？小丑抓了4个人，分别关在4个不同的箱子里，谁先从里面逃出来就能安全的离开，不然就会永远的留在里面。白毛的箱子是巧克力做的，外面一层是经典的巧克力板板，里面是实心的墙体。大伟的箱子是几十张黑板制成，坚硬程度可想而知。小特的箱子是由1000根绳子编织而成，绳子很结实，徒手根本打不开。而老王的箱子是玻璃做的，四周全是钢化玻璃，他们只有完成小丑的挑战才能获得逃生的工具。4个人别无选择，而小丑却相当兴奋。他首先来到大伟这里，拿出2个水杯，背靠背放好，一只手操作让他们重叠就能获得工具。小丑给他3次机会，但是大伟1次也没有成功。真的这么难吗？小丑拿来水壶开始惩罚大伟，随后给了他一把尺子。大伟赶紧试了一下，黑板上留下几个小洞，看来效果还不错。大伟加快了速度，像只啄木鸟一样使劲戳。小丑又来到小特这里，拿出一个装满球的盒子，绑在小特的头上，30秒的时间把球甩出来就能获得工具。小丑开始计时，小特使劲晃动脑袋，只用了20秒就完成了挑战。他得到了一把小刀，小特迫不及待地在绳子上试了一下，特别好使，但是只能切开小绳子。没有关系，小特决定把能打开的绳子先打开。小丑又来到白毛这里，倒出1盒口香糖，用筷子夹进盒子里就能获得工具，只给他45秒的时间。白毛表示很简单，只用了42秒就完成了挑战。
小丑不敢相信他竟然会用筷子。白毛得到了新工具，是巧克力做的锤子，巧克力砸巧克力简直不自量力。白毛很失望，不过还好他还有吃的。轮到老王了，小丑拿出一根钢管，把3颗螺丝穿进钢管里，上面的小球不掉就能获得工具。只给他2分钟的时间，老王很谨慎，非常小心地穿过了一个又一个，很快完成了挑战。他的工具是一个小锤子，老王赶紧在玻璃上试了几下，只留下一点小痕迹，根本打不开，他也只能在玻璃上画画。第一轮结束，他们都没有打开箱子，你觉得谁会第一个从里面逃出来呢？大伟这次的工具是一把2手的电螺丝刀，即使是2手的依然非常好用，所以现在用20方验过的。小特那边也得到了新工具，是一个刨丝器，他在绳子上来回摩擦，一点用也没有，还不如之前的工具呢。他还是接着用小刀。再看白毛这边，新工具是一把勺子，他在巧克力墙上刮来刮去，还真掉下来很多碎屑，他也只能用这把勺子跃跃。再看老王那边，他的新工具是一个手动螺丝刀，固定在玻璃上，使劲摇动把手，玻璃上钻出了一个小洞。老王决定围着玻璃转一圈，再用后把手一砸，玻璃可能会打开。这个方法不错。小丑又来到大伟这里，给他拿来第3个工具，一把锯子。他一会用锯子，一会用螺丝刀，双剑合璧，逃出去的希望更大了。再看小特，已经用小刀打开了一个口子，他赶紧把头伸出去，大小正好合适。小特第一个逃了出来，小丑就站在他的身后。小特被吓了一大跳，但是小丑告诉他，你是赢家，可以走了。小特半信半疑，还是赶紧离开了这里。剩下的3人继续比赛。白毛这次的工具是吹风机，他的巧克力墙也开始融化，他一边用吹风机吹，一边用勺子刮，速度快了很多。再看老王那边，新工具是一把锤子，他朝着打孔的地方使劲砸，还是没有打开。这玻璃不是一般的结实。大伟又得到了新工具，是一把斧子，他朝着黑板使劲砍，里面的一层已经打开了，然后用脚一踹，外面的一层也破了个洞，他赶紧从里面钻了出来。虽然他逃了出来，但是小丑并不打算放他走，而是把他绑了起来。再看白毛，也打开了一个洞口，他开始砸洞口的边缘处，口子越来越大，然后他从里面钻了出来。等候多时的小丑又把他绑了起来，只剩下老王了。最后一个工具是切割机，他戴上护目镜，就开始切玻璃，围着打孔的地方切一圈，再用锤子砸2下，他也逃了出来。正当他庆幸时，小丑出现在他身后，把他绑了起来。3个人被绑在了一起，小丑出尔反尔，突然不想放人了。这小丑也太坏了，这是100个同一天过生日的陌生人，把他们关在100个透明的隔间里，从1岁的孩童直到100岁的老人，谁能最后一个离开就能赢到50万美金。这一场年龄之间的比赛充满未知和期待，谁能带走100万奖金呢？吵闹的环境加上孩子们的叫声，几位80多岁的老人实在受不了，放弃了比赛。但更多的却是身不由己，打卡的上班族、念书的学生，还有着急回家吃奶的，但他们并没有空手而归，每人拿到了1000美金。100岁的老人是一位退伍老兵，他表示一定会撑到最后，但是到了晚上就改变了主意，实在睡不习惯的小床让他放弃了比赛。老人的心态很好，重在参与吗？第一天就淘汰了24个人。主持人拿来一个按钮，绿色的代表参加挑战，红色的代表保持现状，让他们自由选择。少数人服从多数人，结果和你想的一样，他们都想加快比赛。63个人按下了绿色按钮。这一关的游戏是纸杯里找小球，猜错就会被淘汰。3个纸杯来回交换位置，他们目不转睛地紧紧盯着。主持人试图转移注意力，但只骗到了3岁的小女孩。3个按钮代表3个纸杯，小球究竟藏在哪个杯子里呢？聪明的人已经开始了选择，而使坏的人却在误导别人。很快投票结束，52个人选择了蓝色按钮。主持人决定顺从民意，首先打开蓝色的杯子。有人欢喜有人忧，选错的全部被淘汰，而幸运的52人则留下来继续比赛。第3天没有节目，非常无趣，有的人坐在地上大眼瞪小眼，有的人躺在床上睡觉，受不了寂寞的可以随时拿着钱离开。第4天主持人再次出现，这次依然让他们自由选择，是冒险挑战还是安于现状。结果大部分人选择了冒险，只有淘汰更多的人才能离奖金更进一步。每人1张纸和1支笔，随意写下任何年龄段，票数最多的被淘汰。他们仔细筛选了有竞争力的年龄，然后写在白纸上。74岁的大妈无辜躺枪离开了现场，而这一关淘汰的可不止1个人。他们首先想到了那个10岁的女孩，她的叫声让人彻夜难眠，几乎全票通过。女孩失望地离开房间，而她临走的愿望竟然是让14岁的表姐陪她一起，姐妹情深一定成全，这还真是好妹妹啊。随后73岁、71岁、79岁，他们的目标全是老年人，可能尊老爱幼是一种体贴。这一关结束，比赛还剩下25人，竞争少了3/4。
而后面的比赛会更加残酷。第5天早上，20个人选择继续挑战。这一关的游戏是积木叠叠乐，根据指示抽出任何一根积木，谁先倒塌就会被淘汰。第1根很安全，没有人失败。继续抽取第2根。39岁的大姐弄倒了积木塔，不甘地离开了赛场。随着积木越抽越多，淘汰的人数也在增加。但是这样的比赛对于老年人来说，确实有些难度，他们很难估量哪根是安全的。这一关又淘汰了15个人，剩下的10个幸运儿离100万奖金又近了一步。节目组拆掉空余的90个隔间，偌大的场地变得异常安静，他们的压力很大。明天的比赛不知道谁会离开。到了第6天早上，他们依然选择继续挑战，早一点结束或许是种解脱。这一关是小时候玩的弹珠，每人有10颗，2人为一组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只有拿到20颗弹珠才能进入下一关。有人选择掷硬币，一次输个精光，还有人石头剪刀布，一个一个的做赌注。但是比赛很残酷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总要有人离开。淘汰的5人也拿到了1万美金，而留下的5个人只高兴了一个晚上。第7天的挑战如约而至，这一次要淘汰掉3个人，决定权就在输掉比赛的95人手里。投票最多的被淘汰，不知道他们是盲选还是看谁不顺眼。5个人瞬间没了底气。最后结果统计，23岁、43岁、54岁票数最高，坚持了7天还是失败了，但他们也拿到了2万美金的补偿。40岁的大哥和52岁的大妈留到了最后。明天的挑战扑朔迷离，兴奋的同时又很紧张。主持人请来他们的家人前来探望，有了家人的鼓励，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，他们的信心被再次点燃。而第8天的挑战全靠天意，2个手提箱里一个是空的，另一个里面放着50万美金。主持人提出2个选择，一方可以偷偷瞄一眼箱子，另一方则可以获得优先选择权。40岁的大哥选择了前者，他面无表情打开了箱子，一脸淡定，让大妈看不出破绽。这要怎么选？大妈只好提出几个问题试试水。 Joe, do you have 500,000 in your briefcase? Yes. Saw a check in there? Yes. 大哥没有犹豫，回答得很爽快，脸上没有任何波澜。大妈却认为他在撒谎，于是选择了面前的手提箱。主持人再次确认了一次，大哥颤抖地打开手提箱。Oh my God! I knew it! 里面真的放着奖金，他的诚实让他没有失去，终于拿到了50万美金，一切努力没有白费，这笔钱足以改变家人的生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偷偷瞄一眼和优先选择权你会怎么选呢？这是一把连雷神都害怕的巨型钢斧，它的威力可以轻易毁灭任何东西。老大认为重达1000斤的橡皮球可以扛住一击，而老二要用2吨的小汽车挑战它。谁的工具可以扛住巨斧的重击呢？老大抬来装满水的铁桶，加厚不锈钢材质，它能坚持几秒呢？水花飞溅，不锈钢水桶被拦腰斩断。老二的工具是木质的染料缸，几十年都没有用坏，它能扛住一击吗？巨斧缓缓落下，几十年的木头也被瓦解，连同外面的铁皮一起变成了废品。乔治买了10个结实的篮球，头层牛皮很有弹性，或许可以对抗巨斧。头层的牛皮一分为2，篮球也变成了乔治的帽子。老大找到一个废弃的灭火器，体积很大，可以以1抵10。再次启动开关，烟雾弥漫了整片空地，灭火器彻底报废。老二拿来一根实心的棒球棍，不堪一击，棒球棍牺牲的无所雕位。那3颗实心的保龄球呢？它的材质坚硬无比，当遇到巨斧就像巧克力豆一样，整齐划一的被切开一半。乔治买了一块巨型雪糕，漂亮的颜色，口感一定很好。当遇到巨斧会不会手下留情呢？还没来得及嗦上一口，大雪糕就变成了碎冰冰。别着急，雪糕不行就换冰箱。显然是他想多了，冰箱碎得更爽快，七零八落，卖破烂都没人要。老二拉来一辆在58同城上买的2手车，他能扛住巨斧吗？小汽车直接变成了废铁，拉去废品站还能挽回点损失。乔治拆下一个卡车的轮胎，结实的橡胶可以抵抗巨斧吗？只切开了一半的轮胎，看来一定的弹性还是会起到作用。那重达1000斤的橡皮球或许可行，它的弹力无法估量，仅仅一根就能让你屁股开花。很期待遇到巨斧会发生什么。巨斧瞬间切断了100层皮筋，但是很快就被弹开了。橡皮球金蝉脱壳，保留了里面完整的内心，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放弃，再来一斧。橡皮球彻底牺牲，还没来得及弹跳就被切开了一半。这把巨斧连雷神都害怕，它的威力更是无法估量。难道就没有东西可以扛住一击吗？